来到了希腊雅典了，这里是整个欧洲文明的摇篮，所有的一些人类的发展就是从这边开始的。在希腊这个古老的城市呢，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。而且跟大家讲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如果你在这边盖房子的话，都要先申请一下，因为很有可能你一凿下去就会挖到古遗址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会带大家看看整个古希腊的一些遗址啊、奇迹啊，还有他们的一些古老的建设。那我们一起看一看吧。Go！现在终于来到了希腊的首都雅典了，这边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地标，这是7大奇迹之一，这个是雅典的卫城。我第一次认识雅典卫城，所以就是在《圣斗士星矢》的时候，就是这个。现在终于来到这边了，那这个是在西元300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雅典的古老的遗迹。那它整个雅典人的城市发展就是从这个卫城这样环绕出去的。终于来到了这个非常古老的遗址了。这个呢，小时候我在玩《圣斗士星矢》的时候，都要过那个黄道12星宫，就是要去解救雅典娜。那在这个雅典的卫城里面，最主要的就是雅典娜神庙，整个希腊人就是要守护了这个雅典娜。现在这边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了，有天灾啊，有人祸，然后在神庙这边也曾经被土耳其人沦落为清真寺，所以经过了多次的灾难，再加上一些战争，导致整个这个神殿都已经毁坏了，只剩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，目前还在重建中。我们现在就在7大奇迹遗址这边，这个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种古神殿。那我们现在要往它的中心点的这个正在维修的这一间，这里呢，这个就是雅典娜神殿了，就是前面的这个高耸的这一间。最古老的希腊人，他们就是从这边开始发展出去的，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段，它可以同时有防御的功能。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周围全部都已经盖满满的房子了。当初雅典人要守护的他们的女神雅典娜。对，那这边的话有一个雅典娜以及海神波塞冬的故事，我们晚一点到那边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解这个故事。大家看一下古老的希腊的建筑，他们是没有任何的钢筋水泥的，全部都是这个石头、大理石一块一块的把它叠上去的，很神奇耶。当时的人不知道到底是怎样把这些建设把它用上去上面的，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把它抬上去。现代的人要做一些修复的工作，还需要用这些机器。当初的人们真的是太有智慧了。那这个也就是智慧女神雅典娜女神的古神庙。那我们现在卫城这里结束了，我们要再去前往下一个古希腊的遗址咯。在卫城的旁边呢，这边有2个这种古希腊的剧场，它都是像这种半圆形的，跟以往之前看过的一些古罗马剧场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古罗马剧场呢，它是需要有战士啊，还有一些野兽在里面奔跑的，所以通常会做圆形的。那像这种希腊的剧场呢，通常就是做一些表演、歌剧啊，还是一些演讲者的时候会在这边演讲的，非常壮观的古希腊的剧场。在整个雅典这边有很多这种古神庙，那像后方的这个是已经被摧毁的，这个是 Themis 的神庙。旁边的这个门下来之后呢，就会看到另外它的第2个剧场，这个剧场就比较没有像刚刚那个保存的那么完整，这边都还在修复当中，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剧场。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啦。那走出来卫城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第一个景点，这里是哈德良口门，这里就是连接卫城以及前方的这个。这里是一个众神之神宙斯的神殿，我们要去宙斯那边看一下了。它就是连接这2个卫城以及宙斯这边的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干道，走吧。
那我们从宙斯的神殿这边呢，继续往北走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宪法广场。在这个宪法广场呢，它是每1个小时的整点，它都会有卫兵的上下哨。来到这边呢，这个是在我们的套票的其中的一个，这个是哈德良图书馆啊，它现在也是一个古遗址了。相传呢，在这个图书馆里面，它原本是有16000本藏书的，但是现在全部都已经被毁坏了，已经剩下这些几根石柱可以看，它一样都是这种古希腊的这种希腊式的建筑。哈德良图书馆的后方呢，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堂。相传呢，是整个雅典城的时代是最大的一间的教堂。公元400多年前以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大教堂，不过现在都是剩下这几根柱子可以看而已，全部都是这种古遗址。那在后方这边呢，这里就是他们的礼拜堂了，最重要的一个主殿这边，这一片整个后方这里全部都是这个教堂，它的占地已经比刚刚说的那个图书馆还要大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景点呢，这边是雅典市集，这里是保存的最大最完整的一个古遗址，述说以前雅典人生活的状况，那还有他们的一些历史古文物。那在古典阿哥拉这边，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阿卡罗斯柱廊。看一下这个圆柱呢，总共有54根圆柱。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的集会的场所，所有的商人啊会在这边贸易，还是哲学家会在这边演讲，那音乐家呢也会在这边表演。这里就是非常重要的集会的场所。对，这里有头，为什么那里没有头？你看一下这个头，它也是重新再做上去的，这个不是最原始的头，因为在早期的土耳其入侵的时候，他们是信仰回教，然后他们的信仰就是不能崇拜任何的偶像，所以只要有头的一些雕像全部都会被砍掉。在这边呢，这里也是古希腊雅典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市集，大家所有的一些政治的行为啊、投票表决都是在这边完成的。那在古雅典阿哥拉这边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么久远的年代，3000年前就已经有这种民主的思想，希腊也可以说是民主思想的先驱。那除了这个神殿以外呢，在阿哥拉这边原本是一片空地，那他们就是从了这个神殿一直往外拓展，到了这边底下这边啊，有许多的一些商店啊、市集啊，或者像是游泳池，大家可以来这边泡一下希腊浴场，全部就是在这个范围这边所发展的。那我们看到后面那边也是希腊的中央车站。那这里是在雅典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市集遗址。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神坛，这个呢是宙斯的神坛，它是在保护整个这个古雅典阿哥拉的这个地区，算是他们的这里的地基主守护神。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型的那个宙斯的神殿就又不太一样，这只是算是这个小市集的一个守护神而已。这边远远看到了，就觉得它很像孔子的神韵，结果走进来看，真的是孔子哎！这个是苏格拉底，这个是孔子，他们两个出生只差1年而已。那这个作品呢，它就是叫做神遇，就是在天堂里面相遇了这两个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。古雅典阿哥拉呢，它的全盛时期就是在希腊的时代，那一直到了罗马时代，这边就逐渐的消退了，这一片大型的市集就慢慢的没落下来，他们的重心就朝往另外一个古罗马的阿哥拉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古罗马阿哥拉咯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呢，这里就是古罗马阿哥拉了，这是
罗马人入侵希腊之后建造的另外一个罗马市集。那我们也进去参观喽。阿哥拉这边呢，这里整个几乎都已经荒废掉了。那它现在保存的最完整的就是它的后方的这个风之塔，就在这边。这个呢，它是在古罗马时期，在西元前2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建造完成了。这个它是在侧风向的，它是12米高，它有8个面，每一个面都有代表一个时钟，它是代表了每一个天气啊、季节的气候。现在回到了这边是整个雅典的老城区，它的这个市集广场，在后方这边呢，这边就有一个中央车站，这里就是他们的交通的运输的枢纽。那所有的一些商店啊、餐厅啊、市集都是在这边发源的，可以来这边享用一下当地的美食。那我们今天的雅典5一指一日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